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第4课啊，介词和形容词。介词和形容词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介词就是表示两个字之间关系的词，跟在介词后面的字就是叫做介词的受词。那介词和它修饰的词放在一块儿呢，叫介词片语啊。那这个介词就是比如说那个球在桌子上。对吧？那个在什么什么上面，就表明这个球跟桌子的关系，对吧？或者是说，耶稣在，这个约翰在耶稣之前来啊，他在什么什么之前，这也是表示两个词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介词啊。那么这个介词呢，它这个受词。那我们会说它用的这个格哈，就是受词的格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后面为什么要有这个格变化，就这个原因，就是你就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是被修饰的啊，哪一个是就是这个介词片语啊，根据它的格就能看出来啊。这个介词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呢叫数词主格，数词主格就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什么。比如说，我说那个老师是我，那这个我呢，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数词主格，那这个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说就是主语其实是属于数词主语这个我们翻译的时候加个是就可以了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呢，我们也特别讲了哈，这个介词哈，它其实在跟英文里面的这个介词基本上是很像的，跟咱们中文里面呢有点不大一样所以如果你如果用这个英文的话，就其实更容易一些然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说把这些就是说这个介词和它所带的所修饰的这个在这个所有格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你最好都把它背下来。我们后面会看单词表的时候，这样呢就帮助你来记忆。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翻译这个所有格的时候是用什么什么的嘛，对吧？要间接受格的话是用给或者怎么样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字如果它是因为介词的受词才使用所有格或间接受格，那么我们翻译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说如果它是因为前面带了一个介词那么它用的是所有格或者间接受格，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什么什么的那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里课本里面讲的这个有后 logos to see 物那这里面就是讲从神来的话，对吧？如果你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从神来的话。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一般就不会这样翻译的我们一般翻译就是神的话我们不会再翻译个什么从什么什么来的这种那这个 to see 物呢，这个 see 物其实它就是表示这个归属关系嘛，对吧？那是用这个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是你中文呢，其实如果是英文的话，比较容易能够看出来中文我们其实看不出来就是你翻译的时候我们就翻译 the word from God 就行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就可以了。但是英文里面如果你加一个 of 的话就很奇怪，就是变成了 the word of God 所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不可能放两个的，对不对？我们中文的话就一个的，从我们这个的到底是介词里面的的呢，还是所有格里面的，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那你不加这个的，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对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这个不会产生太大的困扰
好，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好，那么介词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它不会因着其他的格而变化，就是它是没有格变式的啊，它是无格变式的，所以介词你背下来，它长那个样子，它是不会变的。当然发音呢，有些时候会导致字形的变化，所以它的变化呢，一般是因为读音就是说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有两个母音相遇的时候它有7号的母音就会导致子音也会改变。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比如省略啊，就类似于英文里面的缩写或者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些的改变，但是它这个改变不是因为格的这个改变，而是因为发音的带来的这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这有个meta auton 那么这个 meta 呢，就是最后一个字是 alpha r 对吧？那它的这个 auton 呢，这个第一个字也是 r， 所以这就两个 r，meta auton， 所以它有的时候这两个 r 就连到一块儿，meta auton 就这个意思，它把这个alpha 这个就省略了，就连在一起读了但有些时候呢，如果这个 a 大也是母音那如果是一个有7号的母音，这个黑这是 meta human human 那这个有个7号在这所以它省略了这个字尾的母音的时候呢，有时候它的子音也会改变那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不改变这没法读不好读比如说是 meta human 这个阿尔法跟 eta 都是母音嘛那它俩要省，它俩就是缩略那么这个阿尔法没了met human 那这个 t 是作为这个结尾嘛，然后这个 h 所以 t 和 h 在英文里面它没办法发音的，对不对？你看你比如说你讲这个英文里面有个东西叫这个 thing， 对不对那你如果把 t 和 h 单独发出来，你怎么读？你读不了，是吧？你是不是读不了？你没办法读吧？所以在英文里面 th 是专门一个发音，是不是？他们俩就是发音这个 th 的音，对不对？thing 所以他就读 thing， 而不是 thing， 是不是不是那样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 t 跟这个前面这个human 这个7号它两个这刚好就这个变成了这个 theta math human 它这个就变成了 th 就变成是这个英文一样的规则好，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当你看到这种形式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尤其它这边有一撇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缩略，跟英文也是一样，对吧？英文缩略的时候会加一撇嘛，在上面那它其实你就知道它原来这个是 meta 是一个介词这就是比较特殊的，要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介词呢，它经常会带一个句子我们会特别学一个hina 这个词，那我们英文是翻译为 in order that， 或者直接就是翻译为 that， 它其实就是中文我们翻译为为了要或怎么样它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介词，它会出现，它永远出现在这个子句或者叫从句吧的第一个字，就跟英文一样的，你讲一句话 that 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 which 什么什么的，那它是一个就是表明这有一个从句开始了，对吧？所以你看到 hina 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就是 that 的意思，它就是表明一个从句所以附属子句呢，它就是所谓的从句它其实这个不可能只有几个单词组成，它一定是一句话，
是吧？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嘛。好，那么所以你在找这个一句话的动词最重要的时候呢，其实不会在从句里面找，对吧？而是在这个叫什么主句里面找动词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一个句子你要理解它的意思，首先就要找到它的动词，然后看这个动词的作用者，就是我们说的主语，对吧？是谁做这个动作，然后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句子它的重点是什么，是吧？那么它如果有从句的话，那个从句它是为了修饰这个主句，是不是？是为了修饰那个主句所以你理解的时候，你要首先看是主句，然后再看从句，而不能看从句就看。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作者他的主要意思是在主句里边，从句只是提供一个背景，或者是更多修饰的。那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那一段是吧？在我们的中文里面，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哪个是动词，是吧？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过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你们在他们遵守，我就讨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大家会背。”在中文里边那么多动词，你要去，要他们做门徒，要教导，要施洗，对吧？那你中文你是看不出来的，这个就是中文的问题我们看不出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动词，但是希腊文是非常清楚的。希腊文这一句话里面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做门徒，其他的给他们施洗反正我教导他们遵守你们要去，包括你们要去这个都是做门徒的，它都是用的那个分词这都是来可以说是一个从句吧就是来修饰这个做门徒的。所以你如果看希腊文的话，你就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个作者他最主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找那个最主要的动词。一般来说一个句子就一个动词嘛，对吧？主要的动词就是主句的话，我是说你就要抓住这个动词然后呢你就不会理解偏差所以如果大家问你大使命的核心是什么，那你就知道了大使命的核心是什么？不是你们要去，那些都是附属的大使命的核心就是做门徒所以这个大家能理解吧？你找这个一个句子的主词和动词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在从句里面的，一定是在主句里面的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还比如说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3章如果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中文也看不出来中文就是说众百姓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中文有翻译出来了，正祷告的时候，那所以他用这个正祷告的时候，其实用正什么什么时候，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个主句，对吧？英文里面就是 when 他们when they are praying 或怎么样那是一个很清楚的，不是一个主句然后呢，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然后仿佛像鸽子然后声音从天上出来说你是我来子等等等。那这句话里面它也是一个主句加3个从句的一个结构。那中文里面看不出来，你说到底哪个是主句？众百姓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这到底哪个是主句呢？你中文看不出来的，对吧？你只能看希腊文。如果英文翻译的好，英文是能看出来的那这个里面的动词呢，或者是说那个主句的那个动词呢，其实是圣灵降临就是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是那个动词。其他的3个句子都是从句，就是众百姓受了洗，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那这些都是从句。所以如果你说这些都是从句的话，那么
主句是圣灵降临，那么你说这一段主要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耶稣受洗，还是讲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你们觉得呢？讲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对，但是你如果看和合本，你看那段经文上面有一个小标题，上面写的什么？耶稣受洗。这就是问题。这一段其实不是在讲耶稣受洗啊，所以你会被他小标题误导的，是吧？那个当然也是后面人加上去了。所以那段他其实并不是在讲耶稣受洗，而是在讲耶稣受圣灵的膏抹啊，因为这个他要跟使徒行传对应到一起嘛，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吧？所以耶稣一开始的服事是圣灵的膏抹，使徒们后面耶稣升天以后哈，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也是要等圣灵的膏抹啊，那使徒们继续完成啊，这同一位圣灵啊，在耶稣的开始服事之前先膏抹他啊，使徒们也是一样，同一位圣灵膏抹他们才继续耶稣的服事，对吧？耶稣这个事工啊，那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在讲圣灵的降临，而不是讲耶稣受洗。因为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看上一节20节，你就发现路加特别没有说是谁给耶稣受洗的。当然你看马太福音，你当然或约翰福音你知道哈可是路加故意是把施洗约翰从耶稣受洗的这个场景当中拿走的。他在讲耶稣受洗的这一段上面特别提到说，施洗约翰被收在监里哈，就被关起来了，然后才讲耶稣受洗这一段哈。那如果你只看路加福音的话，你肯定不会认为是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的，是吧？因为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嘛，是吧？所以这也能够就是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路加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耶稣受洗，而是强调耶稣受圣灵受圣灵的膏抹哈，这个是他出来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被膏的一个典礼哈。好，所以我举这些例子，就让大家知道，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一定要读一句话，首先要看它的主句，在这个主句当中找到主词和动词，你就知道是谁干了什么。那个才是这句话最重要的核心。然后其他的从句啊啥的，都是为了要这个修饰这个主句或者给这个主句提供一些背景或者解释什么的那个是从句，它就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主句好，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吗？可以吧？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个比较特殊的动词，就是是或者不就我是这个我那么这个不是就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有点像这个系动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系动词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词me它是出现很多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动词，但是这个词因为很特殊，所以我们把它特别这个举出来所以这个词就是本来是翻译me的翻译就是一个是，或者是你都可以不用翻它，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要翻译的，它就是一个系动词它就是有点像英文里面英文里面的话如果你这个系动词是指我，那就是它就是用 rm 就用 m 对吧？如果是你就是 are， 如果是第三人用 is， 所以它是 is am are 等等这个就是这就是 me 这就是所谓我们可能不会把它翻出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me 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形式。那这个动词呢，一般它要加一般来说呢，动词它是这个字干会给它赋予它的这个意义，对吧？就如果它把人称字尾加上去，你就可以知道是你我他到底是谁
啊，所以从文法上来说，这个是哈，或者这个它就是有三种情况，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啊，第一人称呢就是这个 ego 就是第一人称，就是我嘛。σου 哈，这个就是第二人称，就是你嘛。autos 就是第三人称，就是他。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知道基本的，就是说人称代名，就我们后面会讲人称代名词哈。那这个是你我他。那动词本身的字尾也可以表明人称，所以这个 ego、σου和 autos 可以不用出现的。就是说，你说他，你就这个动词后面加一个这个 a 就好了，对吧？给它 fe 你就知道那就是他，第三人称他写。给它 face 就是你写哈，因为它用不同的人称代名词的这个字尾人称啊，它就能够这个动词本身就能够判断到底是你写、我写还是他写，对吧？啊，所以这个动词啊当然要跟它的主语哈都是要一致的哈。那好，所以这里面就是你要知道动词的这个人称字尾本身就可以代指名称人称，但同时呢，希腊文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这个人称的代名词，就专门的哈，就是这个我、你还有他 ，ego、σου和 autos。好，这个大家要知道。那么你说如果我可以不用这个第一人称，对吧？我就用动词的字尾就可以表明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三个呢？所以当这三个出现的时候，其实它往往表达一种强调，对吧？啊，就是强调我，强调你或强调他啊，因为它其实可以不用出现这三个代名词，但是如果出现，就表明它就是强调这个是你，不是我啊，是他做的，不是你做的哈，大概是表明一种强调啊。好，所以我们要讲这个 me 哈，me 的话呢，就是讲这个是。当我们翻译的时候啊，会加上，因为它有这个人称字尾的变化，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会加上是你是、我是还是他是啊，还有单复数的变化，这些形式大家就是要把它记下来啊，因为这个就是这么多变化了，就没有其他的了，是吧？所以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好，那么这个一就是代表第一人称单数，第二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啊，第一人称复数，第二人称复数，第三人称复数啊，总共就这些吧，没有其他了吧啊。好，那么这几个形式呢，就要把它记下来哈。me 就是第一人称单数，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是我是嘛啊，当然它也可以前面加个 ego 啊，就是 ego me 哈，那个后面我们会讲，那是耶稣每次讲的我是啊，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是用 ego me，其实他用 me 就可以了，但是他前面还加了一个我，就是强调啊，这个 ego me，它其实是跟旧约的那个当时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看到的耶和华神所启示的，我是自有用的啊，那个是一个意思啊，所以那个我是自有用的，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我是我所是，对吧？就是 I am who I am。那这里的 ego me 的翻译就是我是啊，而且这个 ego me 呢，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就有点像你就说我就是那自有拥有者，那就是神的名号，对吧？所以每一次耶稣说这个 ego me 的时候呢，这些人都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有讲了7个我是，对吧？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都是用 ego me。好，那这是第一人称单数。那第二人称单数就是 a。哦，这个是对。老师，那个7号写反了吧？对，我这写法写好，这是这样的，这 a 哈。对。然后第三人称单数就是 st，这后面有个我们等会说这个是干什么的，是吧？这是一个可移动的 new 哈，等一会再说。好，然后呢，这个第一人称复数as man as man 就是我们是。第二人称复数 as te， 你们是
第三人称复数 as seen， 他们是啊，这几个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好，这个括号加个 new 呢，我们把它叫这个可移动的new，就是一个字的字尾如果是母音，后面那个字也以母音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前一个字可以加上一个这个 new， 就被称为可移动的 new。目的是避免两个母音连续发在一起啊，类似于英文中的这个和 n 啊，对它，所以你看。我们讲英文里面什么时候用啊，什么时候用这个 n， 那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说一个男孩对吧，你就是 a boy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b 它是一个辅音嘛，a 是个元音，这个 a boy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它这个后面不是 b 呢，它是 e 开头的呢，啊，那它就是也是个元音，对不对？比如这个 egg， 啊，这个蛋是吧？那你不能用了，你用的话就是egg，就是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你可能就这样egg，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对，所以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它这个如果后面是有两个母音的话，那它这里面就中间会加一个这个 new， 所以你看这个 esteem 哈，它的这个我们后面讲未完成过去式哈，后面会提到啊，那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可移动的这个 new， 所以在圣经里面是不会出现 sc 哈，就是s， 比如说这个 st 哈，或比如我们看哎，就这个也是哈，第三人称复数，对吧？这个 new 其实也是一个可用的 new， 这也可以打个括号其实，但是就是说它是每一次都出现的哈，你没有在声里面有 sc 哈，没有这个 new 的这个形式，所以都是有这个 new 的。当然呢，可能在古典的希腊文里面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这个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要能认得它就行了。好，那另外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这个它的未完成过去式哈，这个要把它记下来啊。这个我就多打了一个哈。好，那它经常出现哈，就是说，那因为在英文里面其实用这个就是有这个 was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如果它是用过去式的话，这个is am I 啊，就变成了was were 或者 were 对吧？啊，那它的过去未完成式的过去式呢，这个就是叫 n 哈。为什么记这个呢？因为这个字出现的非常多哈，所以你就把它记下来。你每次看到这个 n 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就是就是这个 was 就好了啊。老师，未完成过去式的意思就是一般过去式吗？不是，我们后面会再讲啊。那它的过去它这很复杂，所以在英文里面翻译不出来，英文里面就只能用 was 啊。那中文是更没办法翻出来的哈，中文没有时态的哈，所以说我们后面会说哈，就你看到这个 n 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啊，这个 was 的未完成过去式就行了，因为它出现了很多。好，对，约翰福音1章1里面就有嘛，对吧？啊，太初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个就用这个，就是用这个 was God 哈，the word was God。好，它是不是应该是复数的？sd， 你说这个嘛？啊，这个不是复数，这个是单数的。st 是 sing 是复数的，对 ，sigma 是复数的，在这，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叫数词主格。
数词主格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主格，要么它做主语的时候，对吧？就是我或者你或什么什么哈，那开头的。那当然它还可以有一个就是叫数词主格，就是我们就会加这个是在里面。好，那么数词主格呢，它最典型的就是它有这个me，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嘛，什么是谁是什么什么，那就所谓的这个数词这个主语哈，就是数词主格的意思。因为这个动词 me，我们讲的系动词哈，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动词，说你做什么动作是什么干什么，比如说打啦或者是跑啦是吧？它这个系动词本身就是叫是，它表明呢它不接受这个动词的任何动作，它只是告诉你这后面的东西呢跟主词它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用的这个主格。比如讲到这里哈 ，theos estin curious 就主是就神是主。curious 就是主的意思 ，theos 就是神嘛，神是主，它不是说不是说神干了什么事情，而是说它表明后面这个词跟这个主词是什么一个关系哈，就是这个是的这个关系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两个都是主格，对吧？那你怎么知道是指神是主还是主是神呢那这个就是有两种翻译的可能。那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哪一个是主词，哪一个是数词所以这个大家理解吧？就是翻译系动词的时候，翻译是的时候它就是用数词主格所以这里面两个主格，对吧？就这个原因。好，那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翻译比较好，就是介词片语，我们最好就是把它放到一块儿来翻译一般我们断句就是主语，然后动词，然后呢比如有介词片语就是介词片语，对吧？就是这种把它分开，一般都是主语跟动词，这个都要把它搞清楚。比如说这里 hologos echotai， 那 echotai 那这个hologos 就是很明显的这个主语嘛就这个道echotai 就是指进入了这是一个动词嘛所以也把它隔开了。那后面就是一个介词片语 es ton cosmon， es 就是进入，这是个介词，进入到哪了呢 ton cosmon 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把它断句的时候，就是这个道进了那这里这个是入这就但其实echo 它也是进入的意思进去进入这个世界这中文这样断有点奇怪英文就很清楚，就是 into 嘛 ，into the world 就好了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英文里面这个就是 goes 就行了就很简单，进入 goes into the world， 对吧？好，那在希腊文里面呢，它如果是一个介词片语的话，它的这个tone这个冠词有些时候可以省略的，就它可以不用这个冠词了。当然你翻译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加这个 the， 对吧？这个冠词但是中文的话，英文不加的话就有点奇怪中文的话，中文是加不加反正都行这个 hologos echotai 然后 es cosmon 它就直接把这个 tone 这个冠词不要了，就 es cosmon。其实中文翻译是一样的就这道进入这世界，或者你不加冠词，你就说这道进入世界也是 OK 的但是英文里面你如果不加这个冠词的话就很奇怪了the word goes into word 就很奇怪 ，into word 是啥意思？不是 into the word， 对吧？它一般是会加一个这个冠词才这个读起来才比较通顺
好，所以这个不影响我们的翻译了，其实已经比较影响英文的翻译哈。好，这个你就断句的时候要知道，把介词片语单独的分开就可以了。啊，把主语跟动词也区分开。好，那这个有没有问题？好，那没问题，我们就要学这个介词有哪些咯。在我们课本里面呢，就给了有一张图哈，就是这7大介词，主要就是7个，这7个介词占了所有介词的2/3啊。那你要把这些介词就全部都要把它记下来，而且要知道它们是啥意思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is 对不对 ？is 就是进入嘛 ，into 对吧？就是从外面进到这个里面啊，进来。好，还有这个，那这个呢 ，hupo 你看在下面嘛，对吧？就 under 就在下面，是吧？这个 ek 就是从这里面出去嘛，就出去了。这 is 进了 ek 出去，就有点像 in 和 out 一样哈。好，然后这个呢 dia 这个 dia 就是贯穿的意思 ，through 是吧？从头穿到尾，就是这个 dia。然后这个 n 就在里面哈，这就是 in 啊，英文里面就是好像都能对得起来哈，就是在里面啊。好，那这个 para 这个是在旁边哈，在这旁边。好 pros 是对象啊，就指向这边啊，指向这边。那就朝向吧，朝着。英文里面就是 towards 哈 ，to 或怎么样啊。upon 呢就离开嘛，就是 away 了 ，away from 哈，就从这走了。这个是朝向，朝着，对吧？朝着它。那这个呢就是离开了啊 ，upon 离开。好。所以这张图大家把它记下来啊，你大概就知道这几个介词它们的关系，它表明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好，所以你看到这几个词就是这样翻译就好了啊。pros 就是朝着啊，upon 就是离开 ，para 就是旁边，你可以加个在什么什么旁边啊 ，in 就是在什么里面。dia 就是贯穿哈，通过啊 ，s 就是进入 ek 就是出去，或者从什么什么出去啊，从什么你加个这个也介词嘛，对吧？你要加个这个从啊、在啊什么的upon 就是在什么什么下面啊，upon 啊，在什么什么下面。好，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老师没有在什么上面吗？那个在上面的应该是在什么上面 para 那个 para 吗？上面那个不是，这是旁边的意思。那个 para 是旁边，那横线不是 para 是这条线，竖线，那个竖线。对，这条线是 para， 在什么旁边？哦，那个意思。这个是我那个 PPT 自带的模板上面的一根线，对，你看它都有的啊，我对吧？说好了，就这几个词你要把它搞清楚就行了啊。OK， 这个介词很简单是吧？而且它不会变啊，它就长这样，你看到它你就这样翻译就好了啊，它也没有隔变式，对吧？好，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一对一的学比较好。这个 pros upon 啊，就是一个进来一个出去嘛啊，这个 is ek 也是哈，进来出去啊，这是可以帮助你背诵。好，那我们就来看单词吧。好，这个星期单词就比较简单了啊，也比较容易记了哈。Allah 这个就是但是的意思，除非啊，除非，但是，英文就是 but 或者 yet 啊这种。upon 啊，刚才我们讲了，那我们这个不是说了吗？就如果它带母音，它是就是缩写嘛，是吧？它后面那个母音就没了嘛，对吧？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哈，它这个介词，你要看它后面修饰的那个动词，它开头如果是
辅音的话，那就没关系。如果是母音的话，它要缩写。好，那这个带母音字就变成了 up。好，看后面是什么啊？如果带有7号的母音就是 off 啊，就是这样哈。好，所以英文里面哈，这个 ap 哈，它其实就是指离开什么什么 apostasy 哈，在英文里面这个词就背道，就离开道，就是 ap 开头的 apo， 你看啊，这个 apo 是吧？好，接下来一个这个介词就是 dia 哈，刚才我们讲了哈，啊，它就是借着叫 through 啊，或者是就是就 through 贯穿啊，所以这个 dia 啊，其实在英文里面哈，你看 diameter 就是指直径嘛哈，啊，就是刚好贯穿从这头到那头啊，这个意思啊，贯穿这个圆对吧？就是这个through 的意思。好，然后是 me 哈，刚刚我们学过了，就是我是，就是 am 啊，me 就是 I am 了哈，这是第一人称的。好 ek 它呢啊，就是从什么离开啊，在英文里面这个 ek 呢，也是指这个离开出去的意思。好，如果它后面是加一个母音的话呢，它就变成了 x 啊，就变成 x， 这个大家要了解。好，在英文里面有一个ecstasy 哈，好像是这样读吧 ，ecstasy， 这出神啊，出神。它这个其实希腊文转写过来就是离开了自己的意思啊，就走神了，就这个意思，离开自己。好，接下来这个呢是一个名词啊 ，hemera 就是指这个日子哈，一天 hemeras， 你背的时候你要把它的这个所有格，包括它的这个冠词都要背下来啊，就 hemeras 啊，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名词了，对吧？啊，它的这个字根是 hemera 啊，那这个词转写到英文里面了哈，ephemeral 它是指这个仅存一日的哈，啊，那这个刚好就是he 啊这个 hem 哈，这个字根过来的，啊，那有一个动物哈，就是这个 ephemera 就是指这个蜉蝣哈，因为它活得很短，可能就是早上生下来晚上就死了哈，啊，只能活一天哈，所以就是指这个日子。好，接下来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哈，那个是的啊，过去式完成过去式啊，就第三人称的哈，就是 was 啊，它过去是什么什么啊 n 啊，我这个7号又写错了，n 好，不是 n 好。接下来一个是一个名词啊，也是阴性名词啊 ，thalassa 啊 ，thalassa 是这个湖或者是海。好，在英文里面这个词转写过来哈，这个转写过来就 teach 嘛哈 ，thalassin 它是指这个属海洋的哈。好，这个也没啥，这就是你要背 hey thalassa thalassis 就行了。接下来一个单词呢，啊，这个是 thanatos， 好，这是 thanatos 呢，就是指死亡啊。那有一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单词哈，就是指这个 euthanasia， 它这个前面其实也是一个希腊文，是指没有痛就死得容易的意思哈，比如要容易，后面是死亡，就没有痛苦的死亡，指安乐死。
还有一个词叫 thanophobia，phobia 是指恐惧嘛，thanatophobia，thanato 就是这个死亡嘛，对死亡的恐惧症。还有一个有一个诗人写的这个诗他一种叫这个死亡的沉思录，Thanatopsis，对，这也是那个灭霸Thanato 它的这个词就是指这个死亡看漫威的知道好，接下来一个是 Hina，Hina 就是为了要就是 in order that 它是一个从句的会在从句的第一个出现就你看到它你就知道后面一句是从句了这个也没啥。然后呢Ioannis 这是一个人名，约翰和 Ioannis Ioannou 就是 John 约翰，这个没什么。好，接下来是 Lego 就是指这个我说我说这个也没啥好，接下来是 Met 是带母音是 Met， 如果是带有7号母音就 Met Met 就是 with 的意思，就是跟什么什么一起当然这是指所有格的时候是这样，如果它直接受格就可以翻译为 after 在什么什么之后所以这 Meta 这个是也是经常出现的。那英文里面就翻译为就是 META Meta Metaphysics 就在什么什么上面就在这个物理的上面的学问，就是形而上学怎么讲哲学这些都是就都是这个类别的。好，所以这个词现在其实挺火的，其实吧 Meta 因为现在讲那个什么神经元讲这些什么元宇宙大概反正这个什么跟这个元相关的都是这个Meta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Oikea， 这是黑 Oikeas Oikea 这就是指房子或者是家庭那这个是一个阴性词那后面呢你看它是 oikos oiku 这变成了一个阳性的词了这是也是屋子和家庭 oiko， 一个是 Oikea， 一个是 oiku所以这两个都是指房子指家庭就是这个 house 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英文就是这个 house house 那所以它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好，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好，接下来一个词呢 ，ochlos ochlos 这是个名词这是一个那个阳性名词和 oicholos oichlu 这就指 people 就是人民大众那英文里面这个转写出来这个 he 它是转写为 ch 嘛ochlo 这个 ochlocracy 还有这个 oligarchy 它其实是指寡头政治的或叫另外一个是寡头政治这个是暴民政治就是指乌合之众大众这个。它另外一个是 oligarchy 是指那个寡民之治这个政治刚刚是一个相反的词。好，这都是从希腊文来的。好，接下来一个词是一个介词para 我们讲了这间接受格是指在什么旁边所以你看我们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paragraph graph 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写嘛对吧 graphy 嘛对不对就是写嘛paragraph 写在旁边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字旁边的段落
啊，一段一段的啊。好，好，这个 para 哈，这个词也出现了很多。接下来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嘿啊 parabole 哈 parabole 呢是指比喻，它其实转写为英文 parable 哈，那就是英文的比喻 parabole paraboles 嘿 parabole paraboles 哈，就是这样背。好，其实这个 parable 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词啊，它这个bole 呢，其实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动词，我们后面会学的叫 ballo 哈，就是 ballo 就是指这个放的意思啊。para 不是这个 para 吗？对吧？在什么旁边嘛？就是说放在旁边的啊，就是或者我们把它更扩充来理解，就是比喻就是放在人旁边的一个故事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比喻 parable 啊，放在你旁边的故事这个比喻。哦，接下来一个是 pros 就是朝向 towards 啊，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这个proselyte，就是指这个转向另外一个种改教的人。好，改教的人，转教的人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希腊文直接转写过来的啊 ，proselytos 哈，就是指这个改教。因为这个词在新约希腊文里面，保罗会经常有讲到，就是对那些外邦人说他们信这个基督教的哈，他就是用的这个 proselyte，就是用这个转教的哈这样的一个词。好，hupo 啊是带母音的是 hup 好，有7号母音的这个如果是后面有7号母音的名字就是 hup hup，它就是 by 指这个 by 或 under 就看是所有格是 by，这些所有格是在什么下面 under。hypothesis 就是前提假设，这个 hyp 在英文里面这个 who 它一般转写为就是 hy 前提假设这个 hypodermic 就是指在是 under 嘛，在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在皮肤下面打入注射这个 therma 就是指这个皮肤就在皮肤下面注射，皮下注射所以你看英文的词基本上都是从希腊文转过来的，所以对于西方的人来说，讲英语的人，他们学希腊文要容易很多因为这些词他们都比较熟悉了。好，就这么多有没有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每个词，好吧？每个单词我们都读一下我读一遍，大家读一遍，好吧？好 ，Allah。Paul, Dia, Amy, Ek, Hemeras, N, Thalasis, Thanatos, Thanatu, Hina, Ioannis, Ioannou, Lego, Meta, Oikeas, Oikos,
和 oholos oholu para parabole 哦，要也读这个啊，嘿 parabole paraboles pros support 好了，没了，就这些啊。那形容词呢有3种用法，这跟那个希伯来文很像哈。第一个就是形容用法啊，我们一般都翻译为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呢，第二个是术语用法，一般就是翻译为什么什么是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名词用法，就是形容词做名词用。所以形容词它可以有3种不同的用法。那具体是哪一种用法，要看上下文。那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主导文里面，我们讲那个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词这个 ponero 哈 ponero 它其实这个形容词它可以用就是说它可以因为它前面有个冠词所以你可以把它翻译为就是形容词当名词用，就是救我脱离那个恶者，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中性的词所以这个中性的词呢，一般我们把它翻译的时候就翻译为邪恶的，对吧？所以我们中文是救我们脱离凶恶，对吧？好像有个小括号里面也说也是说可以翻译为那恶者吧，是吧？那当然这两者在神学上的差别是挺大的不过当然你也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不管怎么样，就让我们看到形容词的翻译呢，它具体是哪一种用法，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就精准的把它定位的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形容词呢，我们就来看这几种情况首先你要知道，形容词全部使用和名词一样的格子尾，就是名词那个格子尾那个表怎么变的，形容词也怎么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你只要名词的格子尾那个变化表搞熟了，那形容词都是一样的那形容词呢，它也是这个有3种性别这个冠词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呢，它的字典型呢就是阳性单数主格所以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词agathos 那它的字典型就是 agathos 这是 agathos 就是阳性单数主格而不是 agathé 这个没有问题，这跟名词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好，那我们讲的这个形容用法、名词用法还有术语用法待会我们翻译的时候会跟大家来细讲那么这个我们先来看字形变化那这个字尾表呢，它的变化呢，其实跟名词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agathos， 这个就是好的好的意思这个形容词来把它变一变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吧，好吧？我们就两个读吧。agathos agatho agathor agathon agathé agathon agathos agathus 都是个阴性的 agathé agathés agathé agathon agathai agathon agathais agathas 中性的 agathon agatho agathor agathon agatha agathon agathois agatha
这个你只要会背了名词的变化表，这个形容词也同样变哈。这个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这3种功用哈，我们来具体来看。第一个就是形容用法，那形容用法就是我们翻译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好的、坏的，对吧？大的、小的，一般都是就是这样翻什么什么的。那它在用的时候要跟它所修饰的那个名词性别、数量和格都要一致的这个是跟希伯来文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格数性都要一致。这样你就很清楚的判断这个形容词修饰的是哪一个的名词。比如在这一句话里面后 agathos logos 那 estin 这个就是这个道，那这里有个好的那这个就是肯定是修饰这个 logos 就这个好的道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为什么咱们背名词的时候要把它的那个性别背下来呢？对吧？就是你背了它的性别，你才能够知道形容词修饰它的时候是用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就没办法统一了嘛，是吧所以这个性别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它做名词用法名词用法就是形容词做名词用。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就要把它翻译为一个名词。那当然具体它的格是跟它的功能决定的，具体怎么翻译也要看上下文。比如说这个后 agathos estin， 那这里呢这是一个好的，对吧？那这明显就是它又没有修饰哪一个名词，所以它自己就是形容词做名词用。那这里就把它翻译为这个好的好人这个好人是什么那它的这个姓和数是它所代表的名词，就是这个上下文它到底是在讲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好的什么东西，对吧如果它代表的那个形容词是一个单数的一个阳性的，那它就是用单数阳性的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你得看，就是说首先它是什么格如果这个形容词是一个主格，那它肯定就是主词嘛，或者是数词主词，对吧？那它的姓是什么？那如果它是阳性，那你可能就知道它的这个是一个比如男人或者是阳性的名词吧或者什么东西，对吧？那如果是阴性的呢，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你也要看透过它的这个姓来去想它的这个修饰的名词到底是什么姓的。那这个词性变化表呢，在这里比如说给大家来看比如说你看到这个 agathos 它是阳性单数那你可能翻译就是一个好的男人。agathai 这是一个阴性的单数这是复数阴性的复数那所以翻译为就是好的女人们agathon 这个是中性的单数它就翻译为一个好的事情那个 hoi agathoi 这个就是阳性的做这个统称，就是好人们这些好人们或怎么样当然如果上下文让你翻译为就是好的，那你就是翻译为好的也行所以这个要根据情况来看。最后一个用法就是一个所谓的叙述的用法，就是述语用法就我们翻译的时候就翻译为是什么什么什么，要有这个谓语动词。好，比如这里anthropos agathos 就是这个里面就这是一个男人，这个好的，对吧？那你翻译的时候肯定是要加个是，不然没办法翻译这个男人是好的，对吧？虽然这里没有 me 那个是，但是它是相当于形容词做述语用法，那么翻译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是加上。那我们怎么辨别呢？这个形容词它的这个用法呢？我给大家一些技巧其实它主要是决定它有没有冠词如果有冠词的话，就是假如说这个形容词
紧跟在一个与它的格数性一致的冠词后面，那么这个就是形容用法或者是名词用法啊。所以当然这个形容词是可以出现在这个名词的前面或者后面都可以啊，因为我们也讲古典语言它不是那么注重语序哈，主要注重的是这个词性的变化啊，所以比如说形容词前面有冠词啊，比如说这个后 agathos anthropos，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那这个就是说一个好人嘛，对吧？是这样。那这个形容词呢，它就是说可以放到后面，可以放到它修饰的这个名词的后面。比如说第二个情况就是这个后这个 agathos 啊，它放到这个anthropos 后面啊，或者是这个 anthropos 它可以有冠词，也可以没有冠词，你看啊，所以这第三个情况啊。但是呢，你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后 agathos 后 anthropos 啊，所以这个就是根据它的就是说就是形容词哈，它前面要有冠词。好，那这是一个形容用法。那如果名词的用法，就是它如果没有修饰的名词，那么可能它就做名词用嘛，对吧？比如后 agathos 就一个形容词放着，那你肯定就只能翻译为这个好的人啊，或好的什么东西，对吧？啊 ，tempistin 啊，这个有信心的哈啊，那你看上下文，它到底是在指谁哈？它这个是一个阴性的啊，上下文里面可能是在讲那个富人的信心，那你翻译的时候就是这个中心的富人就好了。好，这个也没什么问题。那术语用法呢，就是如果这个名词带冠词，形容词没有带冠词，那么就是一个术语用法。啊，这个我们就说形容词在一个术语的一个位置上啊，就是这样。比如说后 anthropos agathos， 你看这个 agathos 前面是没有冠词的啊，那么我们翻译的时候就加一个是哈，这个人是好的，或者这个 agathos 是放在前面的，这个前后都不重要，反正它前面没有冠词啊。那名词是有冠词，对吧？那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加一个是就好了。这是一种，就是说，如果是有冠词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形容词跟名词都没有冠词，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判断就比较复杂了，就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去判断。比如说就是 agathos anthropos 啊，那你就要看了这个形容词到底它是要赋予这个名词一个特性呢，修饰它呢，还是说它在表明跟主词的这个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它没有出现这个 me 哈，也可能也是一个暗示，就是说翻译的时候要加一个是在上面。所以这里 agathos anthropos， 那你就是可以翻译为一个好人，或者是说这个人是好的，一个人是好的。对吧？那你反过来也是一样 ，anthropos agathos 一样的，你要么翻译为一个好人，要么翻译是一个人是好的。所以我们在中文里面翻译的时候啊，除非就是有必要，那不然我们不需要加这个冠词最后一个情况就是说，不带冠词的形容词，它也可以用作名词啊。我们之前讲的是带冠词的哈。那个是很清楚的，那不带冠词有偶尔也可以做名词用，但是不是很常见。好，所以这是它的辨别，主要是根据冠词来判断。好，所以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呢？那么说那不是说一个人好，那是说人好呢？比如说上帝造的人好，它不特指。对，但是这个 agathos 是一个单数的呀，但我们中文里面是翻译不出来。但你用一个，其实是为了跟这个 agathos
对应到一起，它没有用复数的好。如果他用复数的话，你就得翻译这些人是好的。我的意思是，就是上帝所造的人好，这种如果写的话怎么写啊？上帝所造的人是好的就是人是好的，啊，就是人是好的，人是好的就可以这样写啊。哦，对啊，人是好的就可以这样写。The man is good 嘛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个，或者是前面加个冠词也是可以，就是说啊这种情况也可以。对，这种翻译都是比较，我们翻译这个人是好的哈，或者是这个人一个人是好的啊，好像是不是那么就是只能这样翻啊？它是有些模糊性在里面的，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冠词和介词的片语哈，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冠词紧接着一个介词的短语，有时候会出现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冠词加名词，然后冠词加它修饰的词。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语法的时候，会特别讲到，希腊文有一些固定的语法的结构，这个跟英文里面也很像哈，所以，这些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判断那个句子的结构，那这个冠词加名词，冠词加修饰词，一般来说，第二个冠词就是告诉你，在这个就是后面这个修饰词啊，它是修饰谁的呢？就是修饰这个名词的，就这个意思。对，有时候冠词其实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片语哈，或者这个修饰词、介词、片语变成名词，变成一个整体了啊。那你翻译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翻译为一个关系的子句啊，可以翻译为关系的子句。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讲的哈，those parties，这个是就这些孩子。这个 those 哈，就是有个冠词加名词，然后 those 又有个冠词然后呢 in Bethlehem Bethlehem 就是伯利恒，在伯利恒的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是在伯利恒的那些孩子或者那些在伯利恒的孩子，所以在伯利恒变成了一个它是一个介词片语嘛，对吧？在什么地方嘛？那它就变成一个整体来修饰这个孩子。所以这个 those 就让我们看到说它是后面是修饰前面这个padas 这个孩子，好，就是那些在伯利恒的孩子，还有比如说那个这个冠词呢，它是把介词片语变成名词的标志，这个大家就知道比如说这个 Elalesan ton 老公那这个 ton 老公就是冠词，就说嘛他们说这个说 ton curium 这是也是一个冠词，然后 passing 这个是指所有的tools in theoikia 这个 toys 又是个冠词in theoikia 就在这个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好，所以这里面的 twice 这个冠词就把后面的介词片语这个 enteroikia 变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从句类似于一个从句它这不是从句，是一个片语来修饰就是前面这句话，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说的，就是在屋子里面的人。就是修饰他们，告诉一个背景吧，就是他们是在屋子里面的。所以在英文里面，你看它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介词片语，这个冠词加介词片语，它的这个翻译就是一个
像一个从句一样的哈，Who were in the house 啊，就是修饰这个 passing，就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这些人是在哪了？啊，they spoke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all 啊，就是这个 passing all。然后呢，这个 all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Who were in the house 就在房子里的这些人。啊，所以英文里面的这种翻译是结构更清晰的，而且也能对得上它的这个基本的顺序，是吧？把这个放到最后嘛，对吧？这也是放到最后。那咱们中文的时候翻译的时候，还得把它插到里面，而且你插到里面的时候，你还要知道它到底是修饰就是哪一个的。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他们像所有在屋子里的人，对吧？所以他这个在屋子里的。其实是修饰什么呢？修饰这个所有人的，就是所有，你可以把这在屋子里的去掉嘛，对吧？他们向所有人说主的话啊，这也是完整的一句话，没问题。但是他用了一个在屋子里的，其实是修饰这些人是在哪儿，就是说描述他们的情况，对吧？他们向所有在屋子里的人啊，我们中文的话就是加个的什么什么的，来表明啊对这个名词的一个修饰嘛，对吧？啊。你翻译的时候你就得注意啊，不然的话你就说他们像所有人说主的话在屋子里啊，那你就很奇怪，是不是？或者是我不知道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哈？也许你翻译的时候，所以你要判断哈，这个介词片语它到底修饰的是哪一个名词。好。这个当然没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哈，第二个这个22的哈，它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这个第二个变式，就是它的阳性、阴性、中性都是根据第二个变式来变化的。这个词 Ionius Ionius 就它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啊，那它呢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那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去看这个词，才能够知道怎么取舍。那另外一个 Ionium Ionium 呢，它其实是中性，它遵循的这个变化是因为它的阳性跟阴性都是根据第二个变式的。所以它的这个变化，阳性、阴性，它变化是相同的，所以在这个单字表当中就列只有一次就只列一种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词。好，这个后面我们会给大家来看它的变化。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叫中性的复数主词。就如果一个主词它是中性的复数那它的动词呢常常是用单数的这个并不是，这表示就是说作者是把这个主词虽然它是个复数它是看为一个整体的看为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就是一个多数的，要看它的动词。如果它的动词是单数的话，就表明作者是把这个主词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的所以比如说这里面有一节经文都可以 mazete 这个就是你们要试验试验什么呢？它 pneumata 这个是中性的词，这是一个 pneuma 就是零嘛中性的零。那这里面是用的一个复数的中性的就是注零各种各样的零 ak to cu 就是不是从神来的。然后呢，这个有个是 st， 他把这个是放最后，所以他用了一个单数的动词那这个主词呢
pneumata 它是一个中性的复数的啊。那为什么用这个？它就表明作者是把这个注临啊，它是看成一个整体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就看成一个集合啊，所以它的动词呢是用的一个单数的动词。好，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以后在遇到具体的例子的时候，你就要能够判断出来说，哦，原来这种中性的复数啊，往往可以当成一个整体啊，动词可以用单数啊就好了。那么翻译的过程呢，还是一样的哈，就是说你要把形容词跟它修饰的名词放在一起，动词单独放一起，主语单独放一起啊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这里说后 agathos anthropos 啊，这就是这个agathos 好的是修饰这个人嘛，所以这两个就把它放到一块了，就这个好人，这个好的人，然后呢 graphe 就是写 to bibino 写这个书啊，所以你翻译的时候断句的时候就把形容词跟它所修饰的名词放一块儿就可以了，读的时候也是叫断句。啊，就后 agathos anthropos graphe to bibino 就行了啊，这个也比较简单哈，没什么问题。好，所以这个 to bibino 那这个介词短语啊，如果是有介词短语的话，那就是也是放在一起啊，形容词加名词放在一起，动词单独放一起。好。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那个 ionios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是永远的，永远的意思。对，好，我们来看单词吧。啊，全是形容词啊。那这些形容词都是出现次数很多的形容词啊，所以大家尽量都把它记下来，好吧？好，这个 agathos 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用了好几次了，好的，对吧？有用的 agathos。那你记的时候，这个最好也把它都记下来哈 agathos。然后就是它的阴性跟中性的这个单数的主格 agathos、agathé、agathon 啊，就是一下都把它记住了，这样比较好啊。所以它在这个字干这个字根的这个地方字干尾的时候，你看它也是把这个阳性跟阴性哈 agatho、agathé 都把它放到一块儿了，是吧？好，所以 agathos、agathé、agathon 一下这三个你都把它记下来，这样的话你才好啊，因为你修饰的名词你得看了它修饰的是阳性、阴性还是中性啊，是吧？所以你这三个还是都是要清楚的，好吧？啊，所以我们背的时候、读的时候也是 agathos、agathé、agathon 就好了。好，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英语的名字叫Agatha 哈，就是 Agatha 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哈。好，那接下来一个词agapetos 啊，那你也是三个哈 agapetos、agapete、agapeton 啊，就是指这个亲爱的。那我们讲的那个 agape 哈，其实就是这个从这里边来，就是跟它是同源的一个形容词啊，对吧？agape 的爱是吧？好，刚才这个问到了哈，I own noise 啊，I own voice，那这个就是指永远的I own noise 就是指这个字根啊。
，Ionia 哈，这个英文里面是指永久的，Ionos 哈，这个记住。好，接下来Alelon 啊，Alelon 呢，它是指彼此的这个 ALLEL 哈，ALE parallel 哈，在英文里面哈，指这个平行线哈，平行线。好，这个词呢，它比较特殊哈，因为你看到它这个词，你就发现，因为它没有出现主格或单数，所以它的字典型是一个复数的所有格，是吧？你看这个字尾就知道，所以因为它没有出现嘛，所以就不把它那个这个主格的哈，这个把它主格单数写出来了，是吧？没有必要，没有出现过。好，接下来一个是 apicrity 那这就是指他回答，这就是一个动词吧，常见的动词。好，doulos 和 doulo 啊，doulos 就是奴隶、仆人的意思。就每次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哈，他用的都是 doulos， 就是奴隶，这个是一个名词哈。好，那这个 aon 啊，就如果，英文就是 if aon，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呢，就是如果它跟那个这个 aon 哈，它跟那个就是连到一起，它会这个 a 跟 on 就是 aon 嘛哈 ，horse aon 它是会连到一块儿，就是凡什么什么的这是缩合，它其实就可以指所谓的缩合，凡什么什么的意思。horse aon 就是凡什么什么的人。好，接下来这个是 amos、amon 这就是我的。这个没啥那嘿 antole antole 是指诫命诫命。这个咱写 slave 写错了，这个是。好，这是 commandment 的意思。好，那接下来一个是 kathos 就是正如 as 这个没啥哈。好，然后 kakos kakon 这个是指坏的。kakor英文里面是 caco 这个词它就是表明这个坏的cacophony 这刺耳的声音。cacope 发音不准，cography 是写的不好，写字不好好，这个是这个那kakos。接下来这个是 mo mo 这就是我的这个也没什么吧，我的。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形容词 necros necon 是指死的名词的话呢就是指尸体necrophobia 指死亡恐惧症。好，这个也没什么哈。接下来pistos pistos 就是忠心的 faithful 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呢poneros 就是指邪恶的刚才我们已经一开始讲到了就我们脱离凶恶就这个词那protos 就是指第一的前面的这个词转写为英文就 prototype 你看 proto
proto 哈，它都是指第一个开始的 proto 啊。所以在神学里面有个叫原始马太福音哈，就是 proto M 哈 proto Matthew， 就是指原马太福音啊，那就是有人猜测是马太福音一开始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后来现在的希腊文是翻译过来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prototype 就是原型 ，protos 啊。好，接下来这个是pretos。哎，这个写错了吧，老师？应该是3吧嗯， ？Tritos 这个 Tritos 应该是3的意思。哪个？这个是3，对，这个我写错了，这个是第3啊，这是第3，不是第1，这是第1啊，这个是 tritos 是第3啊，那这个 T2就是到英文里面就是 tree 嘛，tree 这个就是三的意思嘛啊 ，triangle 就是三角形啊，这是第1啊，这是第3，这没有这个写错字，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把单词都读一遍，好吧？啊，跟着我来读啊。agathos, agathe, agatho, agapetos, agapete, agapeto, ionius, ionium, alelon, apigrithi, doulos, hodulos, doulo, eon, emos, eme, emo, he antole, antoles, kathos, kakos, kakon, mo, emo, necros, necron, necron, pistos, piste, piston, poneros, ponea, poneon, protos, prote, proton, pretos, prete, preton, tritos, trite, triton。好，好，那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字干最后一个母音不是这个肉或者是母音，那么阴性字干的这个字尾啊，就是这个eta 啊，字尾这个 us 只能是复数的指首。那这里面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啊，这个 hagia hagias hagia hagian 啊，复数呢是 hagia hagion hagias hagias，所以这里它的所有格单数跟复数的直接受格其实是长得一样的，对吧？那怎么去判断呢？到底是所有格单数还是复数的直接受格呢？那只能通过上下文来看了啊。
好，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好，最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些经文哈，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学到现在了哈，这些解经的部分哈，那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课本把它很多东西这个都删掉了哈，那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讲一讲吧，顺便就是说也一起相当于一起来解经，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看几段经文。我们来讲这个 "hall" 的时候啊，它这个词啊，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用法的哈。我们简单扩展一下，它呢首先是可以做定冠词用，比如说这里讲的这个 "hoy" 啊，这个 "hoy" 呢，大家都背了哈，这个冠词是吧？这主格复数阳性哈 ，mythetai 门徒啊。那这也是复数的嘛，所以咱们中文这其实应该是门徒们比较好，加个们啊。尤安努哈，那这个尤安努就是所有格嘛，对吧？就是约翰的门徒们，是吧？然后呢，nes Tuesday 啊，那这个是指进食进食。然后呢，这个pukna 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也是在这里上，你看它是一个复数的，对吧？因为它这个要修饰这个复数的嘛，对吧？所以就是长长的意思啊，长长所以我们中文是翻译不出来了哈，就是英文它会用个定冠词这翻译我们中文就是翻译约翰的门徒们常常进食，就好了，没有特别的，你要把那个定冠词翻出来，就是约翰的这些门徒们或者常常进食，也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好，这是一个哈，那后呢，它有些时候也可以做一个文法标记，就是它指出后面的字是修饰前面的词就说这个冠词meta 啊，这我们刚刚学过了 meta 是啥意思就是和什么在一起嘛，对吧？ton angelon 那这就是指这个天使，什么天使呢？ton hagion 是一个形容词，这个表明圣洁的跟这些这也是复数，跟圣洁的天使一起中文翻译可能加一个众比较好或者是天使们那它的这个冠词呢，就是表明刚刚我们讲了嘛，对吧？这个其实之前提到了冠词加形容词，表明一个整体，修饰前面的这个名词，对吧？作为一个整体来修饰前面的一个字，我们就讲那个冠词、名词、冠词、形容词那个结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英文不需要定冠词的时候，希腊文也会用这个后比如说人名人名的时候，它一般都会加一个这个冠词，虽然中文或者是英文都不会翻译的时候加冠词，不然就很奇怪了。但这个耶稣是吧，肯定不是这样的嘛。那他这个用这个后耶稣对吧？那他就这个习惯好 apokrisis 就是回答，他回答对，这是一个后置词但是后耶稣epon prosoton 就对他说，回答他，对他说。那后耶稣就是后，然后翻译的时候我们都不翻了，我们就是但是耶稣回答他就好了，对吧？好，有时候呢，这个后和分词或形容词一起做名词就是它加形容词或者加分词，它们一个整体，就是它作为一个
介词短语的整体来做一个名词用啊。比如说这里啊 legate 啊，就是他说啊 ton example 啊，就这个人说啊，当这个里面他是间接受格是吧？那就是对他说嘛，对吧？说什么呢？ton 啊，然后这个你看这里面是一个冠词是吧？啊，然后呢Caseran 是这个枯干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形容词啊。然后呢，Hera 是手啊，就是枯干的手，所以这个枯干的手，这个整体做一个名词来用啊。然后 echo 就是这个就是 echo 哈 echo 体，它是指就是有啊，这个没什么，就是有，就是有这个枯干的手，所以这个里面它作为一个整体就变成其实你可以理解说他是修饰这个人啊，就他对那个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有枯干的手的人说啊，就是整个这个整体那枯干的手的人。好，这个也没什么。那有时候英文需要定冠词的时候呢，希腊文却不用这个定冠词啊。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啊，约翰一书的时候啊，in the beginning 啊，那它不加这个定冠词，当然中文没有关系了啊，中文跟这个没啥，不是一个语系的哈，所以英文里面它要加个词才能够读得通顺 in the beginning， 对吧？啊，但是这个archi 这个词它没有这个冠词，是吧？啊，那你翻译的时候它得加个字，不然的话你 in beginning 就很奇怪嘛。啊 ，n 和 logos 啊，这个 n 又来了哈，就是这个 me 哈，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道，是吧？啊，好，这个大家也知道啊。那第六个呢，就是这个 why，它也可以做人称代名词，或者是就是所有格的啊这种代名词。比如这里 whole day a pound plus or tone 就 whole，那就是人称代名词，那就是本来就是复数嘛，就他们，对吧？他们说什么呢 ？pros 就对着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介词是吧 ？towards 哈，或者 to 对他啊，他们对他说，是这个 whole 就变成他们哈，还有很多，比如这个 how 啊 endless 就是指这个丈夫们啊，丈夫们，然后呢 agapate 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爱 tas gunakas 啊 tas guna 就是爱你们的妻子。好，这里你如果不把这个人称代名词放进去呢，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丈夫们要爱妻子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它这个可以是用作人称代名词的，就是你们的哈，或者是所有的你们的嘛，your 啊也是加上去更通顺一点，就这个意思。好，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哈，这个 homoio estin 啊 padios 就是他们就坐在这个像小孩这个小孩子啊 twice in agora 是指这个市场 catheminos 啊，在这个这个像他们在市场上啊，就是他们就像小孩子坐在市场上，所以这个 twice 呢，其实它是
可以指向，就是跟这个 paidios 这个小孩子相当于是一个平行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就是一个人称代名词，指向这个孩子们。那英文里面它就是用 who 啊当一个从句来翻译了啊，这也是可以的。啊，就是修饰，就相当于这个是修饰这个孩子，孩子在干嘛？坐在那个市场上。啊，还有就是，如果一个这个冠词加两个名词呢，那这两个名词是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啊，看成一个整体的。比如说我们这里讲到的哈，prosidehomoi te makarion 哈，就是指这个那个就是这个有福的哈，等候那个福elpida 哈，这个是什么呢？开 epiphania testoxis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显现哈，什么显现？显现这个荣耀什么呢？to 你看这个有个冠词来了，megalo theo 这个 megalo theo 就是我们的大的神或伟大的神。kai 是一个 and 嘛哈，就是和soteros soteros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sotero 哈，就是指这个拯救嘛 ，savior human 就你们的我们的耶稣 Christus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它是用一个 to 一个冠词呢，把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连到一块儿，就是它一个冠词修饰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一个是我们神，对吧？一个呢是主耶稣，就把这两个是看在一体的那这个其实在神学上也很重要的哈，因为在这里保罗可以说直接就是把耶稣基督跟神等同起来了，就是用这一个冠词来支配神跟耶稣，对吧？就是说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他俩都是用一个冠词来形容的就是从语法结构上来表明一种平等就他俩是一体的。好，这个有没有问题？